自古天下女人一个样，胸小的羡慕胸大的，胸大的刺激胸小的。白岩和凤娇娇打过几次交道，每次都被凤娇娇以她的胸小为由堵得面红耳赤，诅咒凤娇娇终有一天会自食其果。今天愿望终得实现，让她如何不爱帮她实现愿望的小江。白岩兴奋激动的一张包子脸微微泛红，显得尤为可爱健康。他不拘小节地拉过一张板凳，径直坐到小江旁边，睁着一双清亮的眼睛，一副准备与他促膝长谈的雀跃模样。大英雄，你告诉我，你是以何种心情，何种本事，这么一抓就把凤娇娇引以为傲的2个大肉丸子给抓爆的？小江傻傻地看一会儿白岩，又傻傻地伸出右手，做出抓的动作，生涩地道：抓软软的兔子。啊？白岩歪着脑袋看着他伸出的5根手指，看他不明白，小江有些为难地抓抓脑袋。小姑娘白岩看着小江的一举一动，看得目不转睛。一开始并没太注意他的长相，现在对着火光仔细一看，真是挺清秀的。不得不说凤娇娇的眼光一向不错，引诱的少年都是些美男子。叶倾城向来关注师妹的一举一动，自然也把她此刻的神情尽收眼底。突然有些急躁地走上前来，一把拉起白岩，并斥道：你好歹是个姑娘家，和陌生男子保持点距离，矜持点行不行？白岩一把甩开师兄的手，正因为陌生才应该多聊聊，不然怎么熟悉啊？师妹。叶倾城皱眉。白岩不理他，朝小江问道：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小江。小江缓了半晌才答。白岩看他一脸呆样，扑哧一笑：叫什么小江啊？看你这么傻，叫小呆瓜差不多，干脆就叫你小呆瓜吧，好不好？然后也不管人家同不同意，就一个劲儿小呆瓜小呆瓜的叫。叶倾城也不说话，就在一旁看着，脸色有些难看。后来叶倾城才向小江一一道明，说他们是青山派的弟子，凤娇娇恶名在外，一直拐骗年轻的男子，让他们提供元阳，增加修为，保持美貌，直至这些男子精尽人亡。凤娇娇向来行踪诡秘，官府也不是他的对手，江湖中人看不下去，武林盟主遂向各个门派发出逮捕令，只要抓住凤娇娇，不论生死，皆得上千两赏银。凤娇娇被武林中人追得紧，最近才躲到这个穷乡僻壤来，而他们门派花费无数人力财力，终于找到他的行踪，一直伺机以待。等他找到目标动手，没有心思旁顾左右之余，再开始行动抓人。只是就算向小江解释清楚，他也听不太懂，一直对着灯火呵呵的傻笑。小师妹白岩也不知怎地，就是喜欢看他一脸傻样，端着小脸蛋也看得呵呵呵直乐。叶倾城看他这样直皱眉，好不容易说完话，向小江告辞之后，拉起他直接走。白岩不肯走。师兄，就这样把小呆瓜丢下吗？那你还想怎样？叶倾城斜眼看他，白岩甩开他，跑到小江面前：小呆瓜，你要跟我们走吗？小江冲他咧开嘴傻笑：江南。你要去江南？小江点点头。那你知道怎么去吗？小江睁着澄清的双眼看他，白岩不由得意的一笑：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走吧，我带你去。说罢，不由分说拉起他。叶倾城拦住他们：师妹，我们要回去了，不去江南。师兄，你们可以先回去，我和小江去江南。胡闹！叶倾城黑脸：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和一个大男人单独出门？像什么话？我不怕，我有武功。就你那三脚猫功夫，要你管！
一提他武功不好，小师妹便炸毛，推开他，拉着小江就走。小江被拉走好远，回头看时，叶倾城正站在原处，咬牙切齿瞪他，一张脸黑得恨不得一口吞了他。此去江南，路途遥远，且不说安全与否，首要问题便是路上的盘缠肯定要带足。小江身无分文，小师妹白颜搜遍全身上下，也才找出几块豆大的碎银子，买些小零嘴，上饭馆吃1-2顿家常便饭管够。走不到1-2天，肯定捉襟见肘，无以为继，十有八九会饿死在路上。白颜并不真想去江南，只不过好不容易下山一趟，实在不愿意就这么回去。带小江去江南只是借口，趁机到处游玩一下倒是真。更何况他对小江呆呆傻傻的模样尤为喜爱，有他相伴，想必一路上肯定乐趣不断。盘缠的问题，白颜跑去找下山后掌管他们财政大权的大师兄解决。也不知怎地，平常他随便撒个娇，这个面冷心慈的大师兄肯定会依了他。可这次一听他说要盘缠是去江南，脸顿时拉得老长，死活不同意，还一板一眼的道：这次下山，师傅就给了这么些银两，这段时日在路上吃喝住宿早花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算全都给你也不够，更何况给了你，让我和你3师兄6师兄怎么办？小师妹撅嘴不快，赌气不理大师兄。叶倾城最怕他不理自个儿，可又不能真把银两给他，让他到处跑。想了又想，想出个办法，便安抚道：师妹啊，干脆这般，你先和我们把凤娇娇押到典藏山武联盟之中，换到1000两赏银，届时你再从这1000两之中拿出一些做盘缠不就行了？而且典藏山正好有一些江南同个方向，又不会耽误什么。叶倾城心里想的却是，抓到凤娇娇去换赏银的事情肯定要通知师傅，此等为门派添光的事情，师傅如何能不在场？他们去典藏山，师傅知道消息也会赶去，等他们会合。师妹有师傅亲自监督，还如何能任性的想去哪儿便去哪儿？自然是乖乖的回青山派。白颜哪有叶倾城这么多心思，一听到有赏银可拿，顿时乐得蹦起来，赶紧去和小江说明先不去江南的原因了。小江哪管其他，一门心思只想去江南。白颜好说歹说，他都不肯答应。白颜最后有些气急跳脚，可一看小江一张无辜的脸，顿时什么气儿都没了，继续好声劝说：没有银两，哪能上路啊？你听我的没错，去了典藏山才能去江南。后面这句小江听懂了。上路前，老渔夫就指点他，不懂路就找人问，不要一个人埋头硬闯，否则走了冤枉路都不知道。这也是他之前为何轻信凤娇娇的原因，他需要有个人为他指路。现在白颜说去了典藏山才能去江南，对此事全然不懂的小江也只能点头。于是便这么着，青山派弟子一行4个人，带着小江，押着被五花大绑狼狈不堪的凤娇娇上路了。这一路并不漫长，再如何拖拉，半个月肯定能达到目的地。但这一路叶倾城憋了多久气，可不是一眼能看出的。白颜小师妹是门派里罕有的女性，又是年龄最小的，打小门派里的男丁们对她拿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般疼爱。久而久之，她自然养出一身骄纵之气，向来是想做什么做什么，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可如今对一个皮相虽然不错，却呆呆傻傻的小江，却是左右跟随，费尽心思的关照。有好吃的，第一个给他；有什么好玩的，第一个想到他。对别人都是没好脸色，转个脸一对小江，顿时笑得人比花娇，一口一个小呆瓜。若说这个小江有些本事，巧舌如簧，讨人欢心也便罢了，偏偏他连话都说不清楚，偶尔还呵呵傻笑一下，实在是想不通白颜看上他哪一点。
叶倾城对小师妹的心思，整个门派谁人不知，而且白岩的父亲，也便是他们的师傅，同样默许。叶倾城与小师妹的关系基本上算定了。叶倾城更没想过小师妹会有天喜欢上别人，弃他而去。如今看到小师妹对小江千依百顺，他心中真是翻江倒海，看小江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巴不得一掌把人给拍到九天云霄之外，再也没办法出现。凤娇娇受伤被缚，看似无害的待在一旁，可心里头的想法可从来没停过。正所谓旁观者清，更何况他这个存了心思的，眼睛瞄瞄这个瞅瞅那个，很快把他们当中的矛盾看个一清二楚。思绪百般千回之下，计上心来。某日在野外赶路累了，停下暂时休息，其他2个师弟去找水，小师妹拉着小江不知道跑哪儿去逛了，留下叶倾城坐在原处。全身被捆得结实的凤娇娇则坐在地上，看着黑着一张脸来回擦剑的叶倾城，左右看了看，没听见有什么动静，便揉着嗓音道：叶大侠，叶大侠。什么事？叶倾城冷冷地瞥一眼过去，凤娇娇丝毫不介意，不急不缓地轻道：看叶大侠近来心中不痛快，想给你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对付女人，首先是要哄，哄不行就需要用些手段。女人嘛，只要她的第一个男人是你，日后也只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了。叶倾城挑眉，眼底有些冷意。你是想让我对师妹强来？这可真是个馊主意，他叶倾城再不堪，也不会用这种下流手段。凤娇娇却摇头：这般不惜香连玉的法子，很有可能得不偿失啊！我可不建议使用。我的意思是，可以给叶大侠提供一样东西，只要让你师妹喝了，保证让她再不看其他男人，眼里只有你一个。什么东西？好东西，我凤娇娇非万不得已，绝不舍得用的好东西。叶倾城往他移过去一些，盯了他许久后道：你想让我放了？凤娇娇笑得更媚。看叶大侠觉得值不值当了。叶倾城也笑，笑了良久，坐回去。我不相信。那就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啊，等我凤娇娇一死，可就没有人知道了。叶倾城望向某个方向，过了一阵，方道：你到底想如何？我现在武功被废，也跑不掉，只要叶大侠把我身上的绳子解开，我就把东西给你，如何？叶倾城思忖良久，最终走到凤娇娇身上，用剑割开她的绳子。凤娇娇从头到尾只是勾起朱唇，浅浅的笑，看起来无害而温顺。等双手松开，先埋怨似的瞥了一眼叶倾城，才把手移到发鬓之间，摸出一样东西，递到叶倾城面前。喏，就是这个，拿好了。叶倾城正待凑近一看，凤娇娇手一扬，一团带着浓香的粉尘顿时扑鼻而来，下意识闭气逃开，可仍多少吸入一些，还未抬头看清凤娇娇，人便已经颓然倒下。叶倾城还太年轻，也太低估凤娇娇，认为她武功被废便无害，却不想凤娇娇轻吟江湖多年，用少年性命练就的一身邪毒武功与千奇百怪的用药手段，不知让多少武林高手闻风丧胆，会让小江伤了自己，实在是没料想到这个看似柔弱无害的青年居然会有如此蛮力，更没有中他下的迷药，要不然哪会轻易被缚。其他一直想抓住凤娇娇领取赏银的江湖中人可都不是吃素的。一招得手，凤娇娇没有着急逃离，而是偷偷隐于暗处，等待其他人归来。被小江伤了自己最爱惜呵护的双乳，他恨不得喝其血食其肉，哪会轻易放过他。这次
他定要那个混小子生不如死。叶倾城倒在地上，凤娇娇不见踪影。取水回来的2位师弟顿时心惊，欲上前查看，结果一香扑鼻，相继倒地。凤娇娇见不是自己在等的人，冷哼一声，又躲于暗处。再过盏茶功夫，白岩拽着小江蹦蹦跳跳地回来了，一见倒在地上的3位师兄，脸色乍变，扑到离自己最近的叶倾城身上，使劲摇晃。大师兄，你怎么了？大师兄！小江傻傻地站在原地，瞥见有什么朝自己飞来，想也没想，闪身躲开。再看一眼，原来是一把簪子，顶头尖利无比，闪躲不及刺入身体，不死也半残。抬头往簪子飞来的方向望去，凤娇娇正望着他，双眼满是恶毒之色。凤娇娇！白岩也见了他，双目一瞪，恨恨地放下昏迷的大师兄，就要冲过去。小江下意识伸手一拦，随后越过白岩，奔向凤娇娇。凤娇娇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小江跑过来的时候，扭身跑向林子深处，小江紧随其后。白岩本欲跟去，但因望见倒在地上的3位师兄，跺一跺脚，停下来想办法先唤醒他们。许是中迷药颇深，怎么唤都唤不醒。白岩慌乱之下，顾不上其他，2巴掌狠狠甩在叶倾城脸上，只把2边脸颊打出2道手掌印，叶倾城才悠悠转醒。见他终于醒来，白岩一喜，丢下他一边跑一边道：师兄，你把3师兄6师兄叫醒，我去追凤娇娇，小江不会武功，会出事的。方刚转醒的叶倾城想拉他，却只摸上一片衣袖，随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师妹娇小的身影消失在林间。然最先找到小江的却不是急忙赶上去的白岩，他跑错地方，而没办法叫醒2个师弟，又担心他安危的叶倾城，却在找寻他的途中无意间见到了让他震惊万分的一幕。凤娇娇心计歹毒，引了小江一个人入林中，只想逮住他好好折磨一番。小江未经世事，不懂深浅，盲目追上来，结果一个不慎，被凤娇娇用头饰制的利器在胸前划开一道约半尺来长的伤口，顿时鲜血喷涌，痛不堪言。凤娇娇一招得手，还未来得及得意，只见小江低头见身上不断流出的血液之后，一直澄清的双眼慢慢袭上血色，再抬头时已像只受伤的野兽，一直呆呆傻傻的表情不复存在，只剩下让人头皮发麻的狰狞神色。这个时候的他不再像个人，更像一只服从地底爬出的恶鬼，全身上下只剩下血腥、残忍和冰冷彻骨的寒意。这个可怕的表情令凤娇娇下意识地收起脸上的笑，不禁后退一步。她的武器上淬了毒，中此毒的人会痛得倒在地上，哭爹喊娘，生不如死。可小江看起来不仅没事，还打算反击。凤娇娇的直觉告诉她，这个人很危险，最好马上离开。可就在她的脚不由自主地打算再退后一步，与这个人保持一定距离时，只是一闪，小江已经消失在眼前。一只如冰一样寒冷的手几乎在同时紧紧掐住她保养得当、细致柔韧的脖子。一身诡谲的武功配上超乎寻常的用药手段，这个让不少江湖中人闻之色变的凤娇娇还未来得及惊呼，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之后，就此断送性命。叶倾城没有看到这一幕，等他躲在树后看向前方时，凤娇娇的尸首软趴趴地倒在小江脚边，而他什么也没干，就这么闭目站立，静静的，了无声息的，像睡着了般，又像是失了魂般。可他身上那道又深又长的伤口，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思议地止住血，接着逐渐愈合，最后只留下一道浅浅的伤疤。叶倾城觉得自己的手像刚洗过一般，湿得能滴水，他觉得难受，想擦一擦，可心底的惊恐让他连动都不敢动，一直就这么躲着，
站着。凤娇娇死了，她死不死其实没多大关系，反正都有赏银可拿，并且死了的凤娇娇还不会再逃跑，更不会再下迷药，让人放心。可白岩不这么认为。小江不会武功，但他杀了凤娇娇，一个让他看得很不爽的女人，而他的其他师兄却在屡次与凤娇娇交汇时让人跑掉，还因此受过伤，这一次甚至还差点让人跑了。孰劣孰优，在这个小姑娘心里已经分出高低，看待小江时更是崇拜欢喜，也更加的不喜欢和叶倾城说话。叶倾城对小江有说不出的恐惧，他觉得小江不是人，至少不是一般人。正常的人受这么重的伤，别说杀人，连能不能站起来都是个问题，还有可能会失血过多而死。可是小江的伤却不可思议地在片刻功夫之间化为一道浅得几乎看不见的伤疤。